Hello，大家好。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搭建 Linux 的这个3种方案。那么就是大概介绍一下这3种方案，就是各自的一些它的一些实现方式可能是也是简单的讲一下。好，我们现在这里的话，好，3种方案呢，就是有这么几种第一个是这个 Windows 上面然后用这个 WSLL 来实现。然后这个是一种，然后第二种方式呢是用这个独立的这个虚拟机我们就大家用这个 VMware 或者是这个 Oracle 开发的这个 VirtualBox 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云端的服务器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 VPS 版本的话呢，大家可以选用这个乌班图的这个i404啊，最新的这个版本呢是这个 i604，但是 i604呢，就是对这个硬件要求可能是提高了比如说那个内存呢，可能是增加到这个6G 硬盘呢，然后是这个最低是20G 这个选这个 i404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追求更新的话呢，你选那个i604也可以就是也是这个 LTS 的版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就是官方的这个版本然后这边呢是简单对比一下这个3种方案它的这个优缺点WSL 呢就是直接用这个 Windows 的一个子系统来实现。那么这个硬件呢，它就是共享你的这个 Windows 的硬件这个性能呢就是这个接近延伸的因为它是直接用你这个 Windows 的硬件这个离线呢也是可以用的一般的本地开发呢就是可以用这个这个呢是没有图形界面的然后这个中间路线呢就选用这个虚拟机这种方案像这个 VirtualBox 或者 VMware这个硬件隔离度呢就比较高的它相当于就是一个把你的硬件就是再虚拟化出来这个呢就是比较占资源然后离线孔也是然后第三种方案呢就是直接就是把你的服务器部署在这个云上面这个呢一般的就是你远程访问这个体验呢就是根据你的网络和配置来决定这个呢就是这个不可以离线，这个是你必须要通过这个网络来访问这个呢就适合就是不想把这个数据放在你本机的这种情况WSL 呢这个简单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这个架构。那么这个呢其实它呢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如果你装的话呢，其实它也是这个乌班图的一个完整内核一般呢就是 WSL 它默认是支持这个乌班图的这个版本当然也可以装其他的版本这个启动呢基本上都是秒开的然后资源呢就是一般是动态分配的然后呢它是支持直接访问你的这个物理磁盘就是你本机 Windows 上这个磁盘这个是直接可以访问的你装这个的话呢，一般就是要 Win10这个2004以上的版本都支持这个 WSL 的这个安装的话呢，一般呢就是现在很多教程呢基本上就是让你直接执行这个命令就行了就是直接装这个乌班图 i404但是这个版本呢，它会直接装在这个 C 盘我应该是单独出过一期视频讲这个 WSL 的这个安装，那大家呢可以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一下那期视频，那个呢是支持直接你可以定义安装在其他的这个磁盘上面然后这些呢其实那个里面都有讲然后第二个路线呢是这个用这个 VirtualBox 或者 VMware 来安装，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用的是这个 Windows 的这个宿主机硬件然后在虚拟机里边呢就是其实是在把这个硬件呢再虚拟化一次然后再安装对应的这个Linux 操作系统这个呢其实它是一个彻底隔离你可以这个随便这个折腾或者是格式化，这个呢就是不会影响你这个宿主机
安装的话呢，就是这个 VirtualBox 呢，就是你要这个装机呢，就是很简单你下载一下这个VirtualBox 然后就是给它分配这个一些硬件的参数然后呢这个一些系统的这些设置呢，这个一般根据建议的设置就行了然后再挂载这个对应的这个磁盘镜像根据下一步一般就可以了这个呢我应该是出过这个 VMware 的视频这个 VirtualBox 呢其实和 VMware 其实差不多它只是两个不同的厂家做的然后第三种这个路线呢，就是用这个云服务器的方式我们云服务器的这个优势呢，就是这个呢就是和这个线上的这个生产环境是一样的如果你弄坏了，其实你可以一般的这些厂商呢，它都支持这个可以重装系统或者是类似重置的这种功能这个呢就是也支持这个一般的都是用这个不同的终端SS 接入当然代价呢就是这个必须联网然后呢，当然大多数呢就是还是要付费的厂商的话呢就是这些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就行了有钱的会赠送这个会赠送一些这个试用的这个时间有些可能1个月或者是几个月这种版本呢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就行了。我们这个认证的方式呢就是如果是为了安全的，可以选这个密钥的方式如果是习惯密码呢，就是密码设置这个复杂一点就可以了。云端的这个坑呢，就是如果大家玩这个 VPS 呢，就是它默认的就是都是给你这个 I 的端口默认开启。那么如果你需要其他的端口呢，就是一般呢是需要在这个后台呢，就是单独这个放行。当然这个呢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些大公司的这些产品一般呢就是那个像这个亚马逊这个一般的这个端口呢，你需要这个自己手动去加当然如果你买的 VPS 厂商呢，就是如果它没有什么这个特殊的限定，一般呢就是这些端口可能都开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密码登录的一个验证这个我其实出过 Linux 的这个教程，应该其他方面也讲过了然后这个账号呢，就是建议呢就是还是用一个普通账户来登录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习惯这个 root 呢，就是尽量就是用密钥或者密码复杂一点这个是路线低就是 Mac 用户呢就是一般的可能常用的就是这个这个 ORB Stack 用这个呢就是来再来装这个乌班图或者 UTM 还有这个商业体验呢，就是用这个 Parallels 然后 Desktop上面讲的4种方式呢，就是无论你用哪种方式，那其实呢就是环境呢它只是一个容器其实核心安装的都是这个乌班图这个 S04的这个内核这些命令呢还有这个底层逻辑还有系统配置呢都是一样的然后后边呢这个地方是讲一个配置镜像源，那就是如果你安装这个乌班图之后呢，就是它默认的这个镜像源的地址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地址。那这个呢，它是一个国外的这个官方源如果就是你在国内使用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镜像源换成这个阿里云的这个这个呢我应该是也出过视频，这个呢就是大家对应换一下就可以了主要是换一下这个镜像源就可以了如果是 220i 的话呢，就是你把这个地址换成这个阿里云的信息了如果是 S04的话呢，就是它的配置方式呢，它是用这个它的这个文件呢是放在这个 source list 点 D 下边，然后有个乌班图然后 source 里面这个就是你把这个其实主要还是这个 URILS 把这个地方换一下就行了其他地方其实差不多的最后就是执行一下这个sudo apt update 就可以了
然后下边说一下这个色度的这个权限。我们色度的权限呢，就是一般的，如果你用普通账户如果是要更新这个软件源一般呢就是要加一下这个色度这个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需要这个提前写入到这个var点 lab 然后 apt list 这个里边这个呢是需要色度权限然后下面提到一个致命的反模式，这个呢就是讲到一个这两个问题，一个是 WS 的这个网络这个一般呢就是这个网络呢一般你配置起来呢，它一般是那个 net 模式，一般是正常是可以使用的，一般是没有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时间同步，一般呢就是你在安装的时候呢，它那个时间呢默认是应该是一个网络时间同步，一般呢就是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个呢可能主要影响一个帧数。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如何点亮你的终端呢？第一个呢就是查验真身，我们就是看一下你这个操作系统的版本。那这个呢应该是在上期节目应该讲过了，就看这个操作系统机器的版本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更新一下这个软件源就是用这个 sudo apt update 这个更新软件源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呢是介绍了一个安装这个 HiTop， 这个呢其实它是一个查看这个系统资源的一个使用情况一般系统自带这个 top 呢也可以HiTop 呢这个可能就是它很多方式操作呢更直接一点或者是它那个界面呢可能更形象一点这个呢是一个可选的这个呢其实3种方式呢就是可以让你拥有一个全新的这个 Linux 内核行吧，这期节目就讲这么多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搭建这个 Linux 这个3种方案其实呢这些方案其实我基本上应该都给大家讲过，像这个WSL 这个应该是出过视频然后还有这个虚拟机虚拟机的话呢，这个应该我出那个 Linux 安装的一期视频，应该就是在这个虚拟机上面安装的然后云服务器呢，这个这个呢，其实基本上一般不用怎么写，就是你直接去那个对应的这个这个云厂商那个上面去买它一般呢就会给你分配这个对应的这个像那个 IP 地址然后登录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一般呢你找一个 SS 的这个客户端连接上去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可能你直接就是连接上去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连接的话，我记得是应该是在我的这个视频里边应该是给大家应该是讲过很多的这个多多少少应该都提过这个登录的方式行吧，这期节目就讲这么多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欢迎大家点赞和订阅这个频道如果你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里。好，谢谢大家的收看。